先不谈钱的事儿，你不是拿了自己吃吗？先试一件货。干嘛呢？啊！小李救人！有人闹事要闯进来！长毛，把药点了！快点，快！所有人回家检查，关掉医院，把灯光打开。大人，在哪呢？快点！赵雷滚！来人！很得意，对不对？土炸弹都扔了，这会儿怎么不说话了？陈宇，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抓了人很了不起啊？报告刘队，没有，没有什么，没有得意，还不得意？爆炸都上新闻了，你还不得意？报告刘队，那人我们确实抓到了，而且我们也没有想到这么巧就能遇上，我们只是想去摸查的。这幸好是人没事儿，要是出事儿怎么办？你们这叫什么行为？无组织无纪律！你们是怎么发现黄文玲的线索的？报告林局，昨天博文通过对大排档和公交车站的2个视频截图的对比，锁定了嫌犯黄文玲。我和安然又再次提审了吴振峰，根据他提供的线索，找到了魔影酒吧。几点？几点问出来的？几点做的比对？4点半。为什么不汇报？连局，那个时候正好刘队有事儿，所以就没汇报。那时间你在干什么？哦，昨天下午我去了一趟德山西区派出所，处理点事情。我那个外甥，不让人省心，我去处理一下。进入魔影酒吧是几点？9点。9点，4个半小时啊！这么长的时间，为什么不汇报？为什么不上交讯问笔录？林局，杨烨，你说。
杨毅，邻居问你话呢。哦。说。陈宇可能刚回禁毒大队，是不是有点立功心切？所以他们杨毅，说什么呢？这是我个人意见啊。报告，林局，吴振峰虽然说出了魔影酒吧的位置，但是黄文林在不在场，现场有没有毒，我们都不得而知。所以我想把这一切都查实了再给你汇报。我不想弄太大动静。你动静还不够大呀？化妆侦查、布控抓捕，我们不会吗？就你能耐？你知不知道你的行为有多危险？要不是杨毅提前汇报，你们3个人今天有什么后果？你想过没有？报告刘队，是我的主意。上次查到了老八，到了现场什么东西都没有查到。所以我们决定先摸排，确认之后立马汇报。你在担心什么？担心上报之后，我们不抓捕吗？你呢？你又在担心什么？抓捕老八失败了，你怀疑有人给他通风报信。那好，你怀疑谁？说出来。年轻人嘛，想有所表现，想立功，甚至于想得到更大的信任，我都理解。但是组织性和纪律性必须是第一位的。抓毒固然重要，我更在意你们每个人的安全，这是我的底线啊。之前我们的教训还少吗？大家得记在心里。写份检讨吧，啊，明天交上来，要深刻的。报告，林局，黄文林虽然归案了，但是我认为有必要再次提审吴振峰。我相信他没有说出他所知道的所有信息，以及他在撒谎。杨毅，到，带黄文林到第一审计室和我一起。是。陈玉强呢？好，再审吴振峰。是。刘队，这样你们审讯，我带着安然去走访一下黄文林的社会关系。安然，走。带过来。我怎么就立功心切了？那你为什么不汇报呢？你到底在怀疑谁？是你不能说呢，还是没有确凿的证据？我是不是跟你说了不要汇报，不要汇报？你这让我以后怎么相信你？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？你这是背叛，你这是出卖，你知道吗？我说没说过？我说了吧？你怀疑谁？你拿证据来啊！你上学的时候你就这样，你自以为是。你认定的就一定是对的吗？我告诉你，得亏我汇报了。我要是没汇报，指不定出什么事儿。如果都像你这样的话，还能吵到谁行吗？你这才是真正的不负责任。至少我抓到人了。陈宇，有完没完？你过来。姓名：黄文林是吧？
11日，你去南城公交车站干什么去了？打算跟谁交易？不用我跟你聊 QQ 群的事吧？我去那儿买菜，然后坐车回家。你家离南城公交车站10几站的路，你去那儿买菜，你这故事编得有点离谱吧？那儿市场水产新鲜，有人都知道。味享餐厅知道吗？9号晚上，也就是胡庆山被杀的那天晚上，你在哪儿一鸣车站乡。跟你们说了，我没杀人。你们既然都去抓黄大仙了，那说明你们相信我说的话，对吧？我根本就没有作案时间，我怎么可能杀他？我没有杀他。黄文林说了，人不是他杀的。我们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他去过味享餐厅。现场的证据依然是指向你的，你有很大的作案嫌疑。他在撒谎，他一定在撒谎。我不知道你们现在什么意思，过来审我是什么意思？人都抓来了，你们审他呀？哎，注意你的态度。吴振峰，我劝你啊，与其在这里干着急，不如把你知道的事情全都告诉我们，或许我还能救你一命。你们继续查，反正我没杀人，而且我相信，至少你们警察不会冤枉我，对吧？我相信，你一定没有把你知道的事情全都告诉我们。因为什么打架？他就峰哥，他来找我买药，我没卖给他，他就动手。解释一下，这是在干什么？我就是上去看一下有没有出人命。吴振峰，现在是在帮你，把你知道的全都说出来。你们在东哥的地盘上私自做药，做药的还是东哥之前的制毒师。你说东哥要是知道，他会怎么做？你怎么知道？你是东哥的人，我从梦看了。喂，强哥，强哥，黄大仙那天跟我吃饭的时候，中途接了一个电话，电话的那头叫强哥，而且那个电话打了很长时间。等他回来以后，他就给我下药了，这说明他给我下药的时候已经预谋要杀人。那我再问你最后一遍，你去那儿是真的去买药的吗？那你觉得我是去干嘛的？
撒谎。根据派出所的档案记录，黄文林是在你们这儿工作吗？他以前是我们这儿的仓库管理员。以前，他是什么时候离职的？大概半年前吧。他为什么离职？他在当仓库管理员的时候，发生过几次原料失窃。原料失窃，你们没报警？我们失窃的都是国家管控原料，这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。郑强说我们没有证据，不能冤枉好人，加上那个损失也不大，就没有报警。郑强是谁？李正强，他是我们厂的副厂长。李正强现在在哪儿？我们要马上见他。我也好长一段时间没看见他了。博文，帮我查一下黄文林的社会关系，好，看看有没有带强字的可疑人员。带强字的一共有3个人，首先排除这个5岁的男孩，另一个是25岁的男性，叫张强，是黄文林以前的工友，1个月前出境工作，一直未归，嫌疑比较小，就只剩下这个李正强了。现在是光明制药厂的副厂长。光明制药厂。哎，安然，怎么样？查到什么了？我们发现黄文林涉嫌几次原料失窃，并且失窃的原料都是国家管制药品，也是大黄胶囊的主要成分。而且每次原料失窃后，光明制药厂的副厂长李正强都会替他搪塞。李正强？对。有资料吗？有，我拿给你。刘队。认识吗？你负责在光明制药厂偷原材料，李正强做掩护，胡庆山制毒，你们3个人就是新型毒品大黄胶囊的制贩卖组织。半年前你偷不下去了，就从药厂辞职，对吗？我查了你租住房附近的监控，9日晚上你跟吴振峰打完架之后根本就没回去。黄文林，我告诉你，我现在就可以通缉李正强，我相信他还在运河。如果你现在主动交代，还可以争取宽大处理；要是等我把李正强抓回来，你这叫隐瞒事实，那是罪加一等。现在，此时此刻，这是你唯一的机会，别到时候说我没给你。发送指令。是。胡庆山是他杀的，是李正强杀的胡庆山。从9号晚上，1名串持枪说起。那天晚上，强哥给我打电话，说有一个叫峰哥的威胁胡庆山，说要把我们点给东哥。强哥就想杀了胡庆山。强哥跟我形容那个叫峰哥的模样，跟来找我的那个峰哥一模一样。所以，我想干脆就做个局。把杀胡庆山的事儿栽赃到这个峰哥身上。小毛，说到底，峰哥，你
们孟卡想通过东哥的路走户，跟我没有什么关系，为什么要把我们点给 K 的东哥？我大老远的过来找东哥，总得备点礼物吧？东哥，你说的都在理，我们在东哥的地盘上做活，确实不难。来，上来。孟卡我是知道的，你们的实力我也清楚。可是听你刚才的话，你也不认识他。孟哥，要不你再想想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，大家再商量商量。只要你把你们的老大是谁告诉我，我可以保证把东哥约出来，咱们坐下来好好谈一谈。峰哥，我老大是谁，我肯定不能告诉你。既然话说到这儿了，我在云河也算有些口音，可以帮你打听打听，东哥到底在哪儿。但条件是你不能把我当外卖。我想要。今天就闹事，大家出去，大家出去！你要敢报警，多了呀，是不是？把店砸了！扫兴吗？交代。什么交代？交代。然后我就跟长蒙带着弄到的东西，赶到了味享餐厅。你说的那个峰哥，他咬定就说是跟你们来买药的，你编故事呢？你觉得我现在有必要骗你们吗？他要没有威胁胡青山，我有必要栽赃他吗？那个叫峰哥的，他根本就不是来买药的，他来就是要点掉我们的。什么意思？他从孟卡来，是想通过东哥的路走货，但东哥不跟他合作，所以想拿我们的大黄胶囊做投名状。哪个东哥？就是做 K 的东哥。全名我不知道，江湖上都叫他东哥。在云河整个的麻果市场，乃至毒品市场，东哥都是东哥控制的。我们背着他做大黄胶囊，这要是被东哥知道了，那就是个死。东哥，我是应该叫你强哥的。在我的地盘上做你的货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在云河这么多货想出，没有东哥的路，根本不可能。你是客人，先去喝会儿茶，我们处理点家务事。强哥，
多大的仇啊！你炸掉人家一条胳膊，你让人下半辈子怎么活？东哥，他欠我钱，还偷我的货，这事换了你会怎么办啊？你早把人给做了，我这也是按道上规矩办的。炸你胳膊的是黄大仙，跟我没关系啊！哎呀！我和长毛带着东西赶到魏想餐厅的时候，他们两个还在争吵。他妈让你走，你就会卖我！东西是你做的，不干了，以后谁来给我做？陈哥，这就是胡先生刚才说的那个叫峰哥的头发和指纹。干净的，干净的。都是他干的。李正强藏在哪儿？光明制药厂东边的废弃仓库里，所有的货也都在那里。说，东哥，警察往这个方向来了。东哥，你放我走，以后大家都有活路。啊！张强，现在知道云和谁是老大吗？东哥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老张带着弟兄们搬货，来2个人，把货都搬走。东哥，我们以后可以合作，我们5-5分，5-5啊！把配方留下来，我可以让你走。我把配方给你，还能让我活吗？说，东哥，警察往这个方向来了。东哥，你放我走，以后大家都有活路。啊！东哥，东哥，
死了。是的，这个李正强还没有归案，那大黄胶囊就做不实啊。查，接着查，从仓库丢的货开始。进来。走。李正强的事儿我听说了。赤峰总队，凯华正在汇报。李正强的死初步判断是黑是黑。黄文林交代，9号晚上吴振峰去大排档找到他，说自己是从蒙卡来的，就是为了和 K 做生意的。而李正强等人制作的新型毒品，触及了 K 在云和毒品市场的利益，所以劫走仓库里剩余货的人，很可能是 K。我们对李正强死亡现场进行了初步勘验，发现李正强的左手中指有明显的手茧，说明他是个左撇子。这一点和我们在胡庆山死亡现场勘验的结果吻合。结合黄文林的口供，杀害胡庆山的凶手基本可以确定是李正强。那么下一步你们打算怎么办？我们现在手里只有黄文林和吴振峰2个人的嘴里已经审不出什么来了。吴振峰是一个突破口。之前根据黄文林的交代，吴振峰回到云河，就是为了寻找 K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，他还有很多没交代的。这个吴振峰已经关了多长时间了？是不是该放了？林觉，不能放啊！队里人手不够，我们对吴振峰的信息掌握的又少，放了根本就盯不住。开华，先这样，跟赵搜打个电话，我这边签字，把人转移到禁毒所。可是，根据冷锋的报告，吴振峰的量根本进不了戒毒所。他毕竟吸过毒嘛，想想办法。事到如今，好像只有这个办法了，是吧？是。开华，照领导的思路办。哎，你们的思路。还有，明天在禁毒大队组织召开会，我要回省厅了。会议的主要内容，我想听听你们侦破的方向。是。林局，这不合适吧？你还有别的办法吗？二两哥，你听我说，我知道有个小混混，他以前是 K 的人，之前他偷了东哥一批货，现在他人就在戒毒所里边，我想进去找到他。我之前派了骨头去找 K 的人，结果被 K 做局弄进了戒毒所。你进去可以找他，看他能不能帮上你。
谢谢。谢什么？至少帮我证明了我不是杀人犯。黄文林参与制贩毒，抓他是人民公安该做的。跟你这么坐着，恍惚间让我想到3年前在瓦林镇那辆车上。 3年前，坐的不是这样的车。3年前，你也没有戴手铐。3年前是我去追的你。如果你当时回来，就不会像今天这样。不管怎么说，还是要跟你讲声对不起。对不起什么？这3年让你受委屈了，因为我，你去了派出所。委屈？老实说啊，在基层民警干了3年，各色人等交道打了一个遍，练就了眼力。是不是毒贩，一眼就能看出来。你跟小时候一样，一点都没变。什么意思？你认定了我是毒贩。 这一点在你的脑海里已经把故事边缘了，是吧？你有见过真正的毒贩自己主动投案的吗？好。 那你告诉我，我编的是错的。告诉我你不贩毒，你跟毒无关。这个刀把我的货送去香港，不可能！你回去告诉你们老大，大家以后各干各的，别来云河。 孟卡的货根本就出不去。以前大家都是这么做生意的，凭什么东哥他一来就坏了规矩？以前是以前，我要见东哥。想活命，滚蛋！ 你和黄文林说你从孟卡回来，是跟 K 谈生意的，这是真的吗？还是说他撒谎？3年前，我拜托你帮我做的事儿，你做了吗？没有。你没有帮我爸妈葬在一块儿。
你让我爸一个人在外面漂了3年。你还记不记得你小的时候我爸妈怎么对你的？啊？我没求过你吧？这是我这辈子唯一求你帮我做的事儿。这违反条例。来，你来告诉他们，你这么做违反你们哪项条例了？你说。那你告诉我，这3年你在蒙卡做什么？我还能做什么？你以为我在做什么？你觉得你父亲是被冤枉的吗？当然了。你们会信吗？在你们心里早就认为他是毒贩了。吴振峰，吴振峰，这3年，我不管你是不是在查你父亲的死，但你在外一定涉毒。我需要你把你知道所有有关毒的信息全都告诉我。所以，你愿不愿意用你的不清白换你父亲的清白？只要你证明我父亲是清白的，那我就是清白的。
东哥，李正强做的大黄胶囊全搬回来了，都在这儿。兄弟们在里面搜了个遍，大黄胶囊的配方没找到。回去替我谢谢老朱啊！下批货小马、大黄胶囊都有。左老板叫我跟你定个交易时间。交易晚点。大黄胶囊的事刚了，公安查得紧。东哥，这大黄胶囊，如果不是我给消息你，这批货现在都到香港了。没我的路你试试。那我们之前说好的价钱，让一成，马股。别的，东哥，这批大黄胶囊，李正强开过价了。死人的话也能算数。下批货，我运一批大黄胶囊过去，你们在香港试试，然后咱们再议价。东哥，这样我很难跟卓老板交代了。走不走？查查吴振峰，看看他还在不在银行。陈警官，陈警官，林姐找你有事儿，她在里面。两位要点什么？2杯鸡尾酒。找我什么事儿？你今天晚上无论如何不许生气。好端端的生什么气啊？怎么了？我哥来了。他来了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你今天被我淋巴训就是你的问题，你确实没有及时上报。不是，你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。我是不知道。你如果心里有什么憋屈的，你可以跟我说。你怎么可以拿他撒气呢？你不能欺负他老师。他老师，你都不知道他说话就是太过分了。快点，跟他道歉去。我凭什么道歉啊？拿上去。回来了，今天周末晚上喝一杯啊！来，我来。我下去看看我妹。有什么要帮忙的？你们怎么来了？你说，今天到底谁错了？你怎么还有理了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天这一桌子菜都是杨毅一个人做的，一会儿可别跟吃了火药似的。我是想让老爸帮我打听大黄胶囊的线索。要我也这么说，死无对证嘛。我真的没想到他涉毒会涉得这么深。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只是一个卖灵包的小混混，不然的话，我也不可能让他给我打听消息。你只有把大黄胶囊案查清了，才能解释清楚。魔云酒吧的抓捕，陈宇和安然不向你汇报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你不觉得和扑空老爸的药店有关吗？
是啊，我的工作有问题。我问你，昨天的抓捕如果真的出了问题，你怎么解释？报告。通过昨天这件事情，我们云和县公安局要展开组织性、纪律性教育，要展开内部的整顿。整顿？每年从这儿流出去 K 的马骨有多少？你知道吗？你不是说你有部署安排吗？你是怎么部署安排的？好，就算老八是你的关系，他也只是个小毒贩。你认为这么个小毒贩，能有机会接触 K 的核心？但是大黄胶囊一定涉及到他们的核心利益。李正强的死就说明了这一点。陈副总队，我原来是这么想的：通过接触到大黄胶囊的核心人物，顺藤摸瓜查清 K 组织，这是一个突破口。请你要相信我，我林德赞是一个老警察了，这个突破口可以让我将 K 组织一网打尽的。3年了，林德赞，3年了。3年前在云河出现的 K， 往各地走了多少马骨？往香港走了多少马骨？这是一个庞大的制贩毒集团和网络，你不清楚吗？陈宇，今天话说重了，别往心里去啊。哪句话？我不该在领导的面前说你立功心切，那你应该怎么说？陈宇，差不多得了啊，来。杨烨，我也不怕告诉你。冉冉，你说。前天你在八凤药店查到了什么？陈宇，你有病吧？我那个煮了汤圆，我下去看看好没好。南安然查了我们那天抓药店的监控，就在那天中午，林觉去了那家药店，而我在他的办公桌上发现了药店的袋子。吴振峰的口供也说了，那家药店是有毒的。为什么我们去了之后就没有了？谁通风报信的？你说？你们关于林觉，叶林德赞不是不能抓毒，这些年你大大小小抓了不少啊。记得3年前，基于李林犯案，你的严密布控，省厅是给了你嘉奖的，你也因此有机会调到省厅，到禁毒总队来报道的，记得吗？记得。你的孩子在省城上大学，你的妻子组织上也帮忙解决了工作，调到了省城。
你们两地分居已经3年了，这工作固然重要，但妻子、孩子、家庭生活也同样重要，对吗？陈副总队，你想说什么？你为什么选择留在云鹤？你们心里有什么疑惑，可以直接去问邻居吗？仅仅靠着一个猜测，你们就擅自行动？我怎么？你知道有多危险吗？我怎么问？我到他面前问他是不是8魂的保护伞吗？不是，那你们这样怀疑邻居，我们云和公安算什么？啊？你告诉我，我该信谁？至少前天的事情，我就已经无法相信他了。还没吵够吗？现。我听到你们说的了，说我林爸。我不知道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，也不知道看到什么。我只知道我林爸是个好人，是个好警察。我母亲被毒贩仇杀，我父亲逃到境外，10年都没有人管我，只有林爸。怎么不跟小朋友们一起玩啊？你爱吃的牛轧糖。叔叔，找到我爸爸了吗？如果还没找到你爸爸，从今天开始，我来做你的爸爸，好吗？今天是我生日。生日礼物。你能陪我荡秋千吗？后来，我在福利院认识了我哥。就因为我叫他哥哥，林爸也同样照顾了他。你可以怪我哥今天伤到你了，但你不可以怀疑我林爸。安然，我问你，你怎么读的警校？怎么当的警察？哥。你又是怎么当的警察？如果今天你们谁先怀疑了我林爸，我第一个不赞同。邻居是我的领导，也是我的领路人，我无条件信任他。没有邻居，我可能就是一个每天追着毒贩打的小太妹，所以我很纠结。你们说，我不痛苦吗？我说我怀疑了吗？我只是在规避可能发生的问题。我是个警察，我也渴望真相。我不是在跟你们发什么脾气，我是希望老八药店的事情不要再发生了，而像黄文林这样的人，能够早一点的归案，而那些没有错的人，也不要被冤枉。
说多了。杨毅，对不起。行了，你们别光顾着说了，赶紧吃点我哥做的菜，他手艺挺好的，不吃是你们的损失。哎，等会儿，你是不是看我妹生气了，你才跟我道歉的？你小子是发自内心的吗？哥，你这汤圆都还没吃呢，你嘴就这么甜，赶紧吃吧。来加一个。谢谢。舅，我回来了。就你自己吃啊，我晚上吃过。哎，你等一下，过来。坐着。跟我说说，你妈给你买摩托车的钱你怎么交代？问你话呢，怎么交代？找活呗，找着活就把车买了。少跟我来这套，哪那么容易赚钱？你说你什么时候能让我省点心？能让你妈省点心？到时候你妈怪罪我没把你带好，我怎么交代？先把车买了，别太贵，选便宜的。舅，我保证不给你添麻烦。我不打架，不惹事儿。你打给我钱，我但凡找着活，马上就给你还。完了，你坐。酒不能喝满，就像做人一样，话不能说满了，别吹牛。我告诉你啊，别为了赚钱什么事儿都干。还有，这事儿别让你妈知道。我再去给你们拿点鸭脖哈。我今天送吴振峰去戒毒所，我认为他涉毒不慎，而且按照黄文林的交代，他这次回来是代表蒙卡跟 K 谈生意的。至于谈什么生意，走不走毒，我不知道，但是可能是他的套路。我能确定的是，他其实一直都在找关于他父亲的真相。我怎么觉得你一说到这个吴振峰，就有感情啊？有吗？不是，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嘛？我想查3年前的案子，把吴振峰父亲的案子全都查清楚。3年了，这都结案了，你怎么查？查禁毒大队3年以来的案卷，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吧。3年，多少案子都是定案的，你重新查那得多复杂。咱先不说这个啊，就说抓黄文林的事儿之后，我觉得哈，刘队肯定不能同意，对吧？那也得试试才能知道吧。那至少我一个人肯定不行。你们帮不帮？
你心底没人明白我是李帆。这个故事在你的脑海里边已经把它边缘了，是吧？我相信你们警察一定可以把这件事情给查清楚，而且我一直在配合你们，对吗？只要你证明我父亲是清白的，那我就是清白的。吴振峰，我不管你是不是在查你父亲的死，但你在外一定慎重。我相信你一定没有把你知道的事情全都告诉我，所以你愿不愿意用你的不清白换你父亲的清白？哎，真臭！你就是鬼手？你知道我？你是谁啊？叫我峰哥就行了，我能救你出去。通过技术部门分析，在李正强身上的玉貔貅里边发现的芯片藏有多步骤化学方程式。根据分子结构，基本上可以确认就是新型毒品大黄胶囊。从源头上，我们根除了大黄胶囊大面积流通的可能。除胡庆山、李正强被害外，黄文林也被我们逮捕。根据黄文林的供述，抓获大黄胶囊贩卖人员13人，并在这些人家中提获大黄胶囊共计17公斤，所以大黄胶囊制贩毒集团已彻底覆灭。根据黄文林的供述，李正强被害现场所有毒品不翼而飞。我们禁毒大队会继续跟踪调查。那你们认为这个案子能结案了吗？显然不能。虽然这个案子的核心成员我们基本掌握，并成功起获了大黄胶囊的配方，但仓库的毒品去哪儿了？谁抢得货，谁杀的李正强？大黄胶囊还会在什么地方流通？搞清楚了吗？我今天回省厅，走之前，我想对大家提2点要求。找到剩余的大黄胶囊，把新型毒品的证据链形成完整的闭合。被抢走的大黄胶囊1克都不能少，要把这个案子给我查实了。2，要通过这个案子，把云河的毒品市场彻底撕开。我不管它 K 还是 A， 只要涉毒，就绝不留情，彻底铲除。同志们，云河的毒情并没有缓解。我们依然任重道远，保证完成任务。哎呀！刘哥，你进来的时候2个跟我传话了，我是想出不去，你还非要进来，没毛病吧？我听说这里边有个叫鬼手的人，以前是 K 的，他就是个小混混，他能帮到什么？他在哪？
18号监视在这里面比较横，没人愿意跟他住，所以哎，真臭！我有那么好看吗？新来的，玩什么进来的？你就是鬼手。你知道我？你是谁啊？叫我峰哥就行了，我能救你出去。药劲还没过呢吧？滚，赶紧吃药去，没工夫跟你扯淡。滚！还是干什么？滚！帮我管教，他挑衅我，他说他要杀了我。鸽子会监视，活动取消，带走。刚来的吧，注意点啊，带走。报告。进来。对对，有事吗？我刚进禁毒大队，我想申请了解禁毒大队近3年的所有卷宗。你要做什么？报告刘队，作为禁毒大队的新成员，我有责任熟悉业务，希望您能批准。大黄胶囊案还没破呢，你查乙醛的卷宗干嘛？你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把全部精力用在大黄胶囊案上。刘队，我保证，只用业余时间查看，绝不影响工作。而且我认为，近3年的案子有助于帮我调查大黄胶囊案。说好了，不能牵扯太多精力，不能影响工作。还有，卷宗不可以带回家。是。去吧。林局，我是凯华。陈宇又要查3年前的案子了。怎么查？他要调近3年禁毒大队的全部卷宗。让他查。怎么样？让查。太好了。咱们什么时候开始？陈宇，你要怎么查？这3年所有关于 K 跟蒙卡的全都找出来。9号。哎，9号是这么开的吗？这3年，我们抓获归档的所有制贩毒分子的信息、材料，都在这儿了。怎么样？拿哪些？来，帮个忙，全搬出去。全搬走啊！帮吧。来，还有一波。都在这儿了，还有什么指示啊？没了，回去吧。回来。回吧，我一个人可以。行，那我们回来啊。回去了。
让一下。什么意思？我为什么要让一下？起开！有事儿是吧？你有事儿你就好好沟通，没有什么话说开了就没事儿。来了，你还真在这查了一夜啊？啊，查了什么了？胡大明，谁认识？胡大明啊，这案子就我办的，怎么了？这个人有什么不对吗？当年我跟吴正峰在境外被劫持，胡大明跟我们在同一辆车上，所以我不相信，这3年间，吴振峰没有跟他有过交集。来，帮我跪倒。哎，那对上了。他3年前出了境嘛，2年在境外，和孟卡当地的迷你五有了联系。1年前回的云河，在自己开的餐厅里贩毒，卖的是海洛因，孟卡货。我记得他当时的陈述是，他是直接从孟卡拿的货。后来我们经过排查，把他给端了，判了，无期。哎，那他老婆跟孩子呢？在云河。哎，安然，等会儿你去找一下胡大明的妻子，查一下他的社会关系，看看能不能查出来什么。没问题。我去趟监狱。我跟你一块儿吧，正好胡大明的关系我熟。好，行，我开车，你开。东哥，东哥，有吴振峰消息了，吴振峰进缉毒所。东哥，你说他主动投案，又主动进缉毒所，他干嘛？老张希望。希。东哥，我让老张进去，探一探，敲打吴振峰，缜密点儿。是。你到底什么来头？你是不是聋啊？问你呢。我就是进来接的。你别说阴阳怪气了啊！问你呢，什么来头？我偷一点东西，我们老大的东西。你什么？我切了5公斤的麻骨，当时我还是他的麻子，我脚下掉了包。听说他现在满世界的找，他要杀我。你欠了谁的货？我不看你再说什么，回去好好想想。晚点我会去找你。
，89号，这是现禁毒大队的2位同志，找你了解一些情况，好好配合。是。杨警官，好久不见。胡大明，还认识我吗？3年前在瓦林镇，我们坐的是同一辆大巴。哎呦，还真是你啊！我说我刚才想，嘿，怎么这么眼熟呢？但一想那会儿那么危险，你会不会？真是，这得有3年了吧？哎呦，这能碰着真好。哦，你现在在禁毒大队，我那会儿看你就身手好。哎，杨警官，我俩那会儿还一块打过劫匪呢。后来在雨林里，吴振峰是不是跟你一起逃走的？问你话呢？是啊，他不是把你踹下山坡了吗？我看他身手也不错，我就跟着他了。那会儿都想着活命啊。杨警官知道，我家里有老婆孩子，而且我在境外那年，我老婆还大着肚子呢。她平时身体就不好，不是这儿难受就是那儿不舒服。你说我要再出点什么？胡大明，问你什么你就答什么，听明白了吗？明白。谁救的你们？我再说最后一遍，把东西交出来。我就别问我了。别动！先放下！别动！放下！放下！把他放了。问你话呢？孟卡的鸣笛舞。为什么救你们？估计是追杀的人追到孟卡的地盘了呗，他们就把我们给救了。估计是。哎呀，警察同志，那会儿能活着就是万幸了，谁想得了那么多呀？你说是不是？什么？我说是不是？你问我们，我们问你啊。你们被救了之后去了哪儿？哎呀，救了我们之后，被关在鸣笛舞的基地里，关了大半年啊！哎呦，干了好些个苦力。不过现在想，就当是感谢他们的救命之恩呗。之后呢？之后就把我们放了。啊，我跟吴振峰就分开了。你好，我们是云河县公安局禁毒大队的，请问你是胡大明的妻子吗？找我什么事儿？是这样的，我们这次来是想了解一些情况，我会针对这次的询问进行录音，希望你能配合。认识吗？你认识他对吧？让给我做生意。我们还是希望你能够配合。配合什么？你们把我老公抓走了，餐厅也开不下去了，天天都有人上门来要债，谁管过我们母子俩？就只有峰哥，他还算个好人，每个月还知道给我们送钱。他自己送来的吗？
你有吴振峰消息了？你看啊，你来问我吴振峰，就说明他肯定是回云河了，对吧？哎呀，说实话，我也挺想他的。这样，下次再来的时候，带他一块儿过来，咱们3个也能叙叙旧，啊？他吸毒多久了？啊？谁吸毒？吴振，不可能，他不碰毒的。你怎么这么确定他不碰毒啊？不，他之前是不碰毒的呀。他要是碰毒，那也是我进来以后碰的。你有多久没见过他了？哎呦，警察同志，我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我们在梦卡被关了半年之后，就再也没见过面了。你撒谎！峰哥，2个星期前，他给我留了1万块钱。他和你说了什么？这是我的名片，如果你想起了什么，请联系我。吴振峰没有涉毒。我们被关了半年之后重获自由。我看孟卡那边都在做海洛因，我觉得有赚的，就做起了白面生意，用我的餐厅做掩护。那吴振峰呢？他一边在境外打着零工，一边查他父亲的死因。这3年，他都查到什么了？他父亲留给他的线索很少，所以他的信息很不完整，查得很困难。具体的我也不清楚，但是他查到了，当年杀他父亲的不只是毒三，毒三上面还有人。所以如果他要是回云河了，应该是回来报仇。你说毒三上面还有人？谁？不知道，但我只知道他父亲的死跟3年前的云河大毒枭李林凡有关。江湖上都在传，当年的李林凡就是被吴振峰的父亲吴刚给点的，所以才招来了杀身之祸。峰哥不可能犯罪，更不会吸毒，一定要帮帮他。帮他什么呀？你1年多没见过他了，你就那么确定他不犯罪？你跟他的感情一定很深。3年前我在瓦林镇的时候就看出来，你应该帮帮他，让他报仇。他是个好人。05进来。我说过回来找你。你挺厉害啊，到底是谁呀？你要干嘛呀？我就是个马仔，切了老板5公斤的马。你给我滚蛋！谁告诉你的？啊，这是我干的事，你怎么会知道了？你要干嘛？我以为你没听懂呢。你是 K 的人？我是来救你的。救我？
云河只有东哥说了算，你算老几呀？你看，都敢怎么样？有监控呢。这一巴掌是还你昨天的，聊聊呗。龚队，对不起。3年了，龚队，我来跟您说句对不起。吴刚的儿子吴振峰回来了，我发现吴刚案跟李林帆案有关联，所以我想来问问您李林帆案。我切东哥那个货藏哪儿，我都告诉你。你到时候把那货给了东哥，替兄弟说几句好话，拜托了，拜托了。我找你是让你带我去见东哥。啊？你也不认识东哥？你是警察吧？我是孟卡的人。嗨，孟卡的呀。兄弟，跟你说啊，这个东哥我真不认识，因为就我这个身份根本就够不着东哥。那你能够得上谁？鼠哥，我切的就是鼠哥的货，具体他能不能够得着东哥，这我也不知道。鼠哥是谁？他是 K 在云河最大的一个分销点的一个负责人，就是一个地下拳馆。在哪儿？这我就不知道了，因为地方它老变，我在里边都待了这么长时间了，具体在哪我现在真不知道。兄弟，这忙我真帮不上你。洗洗睡吧。你最好想清楚了，你打算一辈子在这里躲着吗？如果有一天是东哥找上你，还能像我一样好说话吗？邻居，这么看着我干嘛？李林凡这个案件，你想知道，你可以来问我呀。龚队受过伤，他不能说话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你跑来问他，这不是添乱吗？案件发生在3年前，你还在警校没毕业。当时的李林凡是云河最大的制贩流氓，接到省厅指令啊，已经查清楚了他的制贩的窝点。
由省厅统一部署，要求我们在外围布控围堵。没想到的是，他竟然冲出了包围圈，朝着我们设的那个卡口过来。李林凡，你已经被包围了，放下武器，投降是你唯一的出路，听见了没有？冲过去！射击！林局，你说李林凡的海洛因上也印有 K， 你怎么对李林凡这个案件这么感兴趣呢？啊？我去见了胡大明了。3年前我跟吴振峰被劫持，胡大明也在同一辆车上。胡大明说，李林凡是被吴刚点的。您不觉得这吴刚的案子就更有疑点了吗？胡大明说李林凡案件是吴刚点的，证据呢？胡大明是这么说的，那吴振峰也是这么认定的呀。3年前他一直在外追查他父亲的冤情，这也证明了吴刚案是有问题的吧？你听听你的用词，冤情，依据在哪里？胡大明的话可信度多少？我直接认为是可信的。目的，杀死吴刚黑吃黑的目的是什么？告诉我。林局，首先我认为我们在方向上就已经错了。黑吃黑，毒品会留在现场吗？那现场是有毒品的，这明显是栽赃，是仇杀吧？胡大明说吴刚点了李林凡，这是说得通的，至少说明吴刚死是有问题的，而且跟吴刚死有关系的毒三，最后也被射杀了，对不对？吴刚这个案件，我们没有掌握所有的线索。我因为案发地是境外，但是毒三不一样。我们最初掌握的信息就是一次普通的毒品交易案，在现场我没有想到的是，毒三他先掏了枪。追捕过程当中，我们才发现毒三不是一个人，他背后有一个团伙，所以他，哎呀，林觉，一个本来有大好前途的人，在外3年一直追查，如果不是查到了他父亲的线索，能让他坚持那么久吗？我比你更想破这个案，但是不是靠个人情感和主观臆断，能破案吗？破不了。龚队，我先走了，以后我会常来看您的。林局，你在这儿呢，正好。龚队，你喜欢的，整只虾的。戒毒所那边来电话，说是吴振峰转监室了。转监室了？什么原因？问了赵所，说是所内正常的监视调整，说得很模糊。查，看看这小子在戒毒所接触了些什么人。老弟，赵所那边不用再问了，悄悄的。你今天怎么了，林局？3年前，但凡我缜密一点，龚队就不会受伤，你就不会被那个艾滋病毒三咬上一口。到现在，县里的人都以为你
弄得到现在也结不了婚。我的错。喂，爸。哎，婷婷啊，这么晚了怎么还打电话来啊？马上毕业了，我打算出国读研，报了雅思。出国？雅思？婷婷，要多少钱啊2万3。哦，下个月爸爸给你好吗？补习班要得急，你先打过来。爸爸哪有时间去银行啊？手机上那些个玩意儿，爸爸不会。那我上次要帮你绑定，你也不让。婷婷，爸爸好几个月没见着你了，是不是啊？下个月1号我就回来，把钱准备好。哎，下次回来提前告诉我你喜欢吃爸，的。我还有事儿，先挂了。哎，开花，一半就行了啊，我给转过去。哎，转过去哪有转过来的？不可以，我那还有呢，这开花，上一次的木还没还。哎，工队，你这怎么能行了？工队，拿着，孩子不是报雅思了吗？后面还有要钱的地方啊，所以说呀，不结婚有不结婚的好处。昨晚的事情想清楚了。能想吗？你这才进来几天呢？怎么着也得待个1年半载了吧？来，快走！赶紧了啊！我能随时进你们的监视，我就能随时出去。你当我是小孩呢？啊？说点那有用的。谁让你坐这儿啊？滚！吴志峰，有人让我跟你带句话。地上的事情少打听，从这儿出去以后，马上回蒙城。还有你，咋了？切了东哥的火，你以为你能跑得掉？你算老几啊？松开！松开！让你松开！弄死你信吗？弄死我！松开！干嘛呢？哎呦！对不起，凳子没坐稳，摔了一跤。你小心点，安分点啊！都跟上啊！你打算怎么办？这现在东哥的人已经找上门来了。你跟住我，帮我找到25个全场。现在只有我能帮你，孟卡能帮你。
今天来见我小时候的一个邻居，叫吴振峰。吴振峰，检测都出来了，第一次吸食麻古，量很小。麻古。